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是从现在全国的媒体、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在甘肃的天水幼儿园竟然发生了铅中毒事件，有233名的儿童铅中毒，而且不止儿童哦，连老师都是，大家快吓死了。这时候中国官方马上出来查，他们有没有查？他有查，他说是因为幼儿园的厨师竟然使用了不可食用的颜料来装饰面包和蛋糕。想说官方这样讲，大家应该会相信吧？没有，反而延上了，火整个烧了起来。为什么？因为现在被查出，在天水这个地方，早就20几年前，陆陆续续就有铅中毒的事件发生，而且完全没有停过。这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当你今天中国官方跟大家讲说，是因为厨师有加料，没有人相信。为什么没人相信？因为大家都认为说，你现在再查下去，这个铅中毒会动摇国本的。没错，实际上最近中国网友在讨论的，除了我们昨天讲到的红姐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彩色颜料。那为什么彩色颜料很重要呢？第一个，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在甘肃的这个天水幼稚园里面来说话，居然发生什么铅中毒事件。你看，就很多人就突然之间呢，小孩子就说前一阵子就什么食欲不振啊，然后然后又身体不舒服啊，然后甚至还有人说，你的牙齿就会发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孩童牙齿怎么一格一格的地方，对啊，都是黑的。那当然后来去检查，因为父母亲看到孩子这样，一定马上去检查。就照一检查之后呢，血一检查之后，你看发现一个铅中毒啊，铅中毒的，而且铅的含量是相当超标人体的好几倍。那这个时候，因为这时候呢，很多我跟大家讲，小孩子都是父母亲心上的一块肉，所以他觉得说怎么可能会这样？所以就没想到他们发现到说，不是只有你小孩啊。大家小孩都这样，而且你家小孩也是，对，他家小孩也是，而且几乎是同样就读同样一个幼稚园的小孩子都是这样。那甚至连这个幼稚园可能毕业的小孩都是这样，所以这整件事情压不住就爆开了。那爆开了，爆到什么程度？你看，现在连国外媒体都开始在说，你看中国学校食用这个含铅的食物，导致200多名的儿童住院。然后学校这个当局称，幼稚园的这个厨师呢，这个使用不可食用的这个颜料来装饰面包还有蛋糕。然后8名的学校的这个官员还有工作人员马上就被拘留起来了。你看，这是《纽约时报》报道，然后连路透社说，根据中国国家媒体的报道说，幼儿园因为儿童血铅超标而接受调查。而且这事情有多严重？对，你刚刚看到后面什么？是所有家长气到都去包围的哦。当然了，你看你要给我个交代对，马上就包围起来。那你看，连这个 CNN 都这样报道。好，那这样为什么我就说这件事有猫腻？因为呢，你知道没多久，他们就说是幼儿园嘛，对不对？对，幼儿园，然后马上又释出一个照片，这个影片就是你看。没有错，你看这个监视器里面看到什么？幼儿园的厨工，你看你看面粉里面，它倒入这个白色粉末啊，所以就是因为白色粉末它加了颜料之后，导致这些学生呢出现铅中毒的状况。所以现在舆论要导上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现在就说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子，因为恐怕还有更大的阴谋在后面。因为在这个所谓幼儿园的旁边呢，有一个白色有色金属的股份有限公司，它20年前就曾经因为外流这个所谓铅呢，导致旁边的这个人的铅中毒。那他这个学校旁边刚好又有这家公司，所以人家就说，没有啦，是官方现在显然要甩锅甩给这个幼儿园。所以我就现在看着罗生门，到底是幼儿园做的，还是这家所谓的白色金属有限公司做的？现在中国网友完全在调查这件事情。知道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哦，为什么这一次天水爸爸妈妈这么的生气？你看到 BBC 他是怎么报道这件事情的？他说甘肃幼儿园铅中毒，学童超过200个，用有毒颜料。我们刚刚都讲过，但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来，你看到这一段，其中一名5岁女童状况最严重，她的血铅数据高达每升528毫克，对，超过正常参考值的5倍，对，莫名其妙，你5岁。可以吃到超过正常值的5倍，对，没错。我们看这家幼儿园叫何时这个培新幼儿园。那讲现在目前为止，越来越多家长在网络上抛出他们自己的儿童的这个检验结果。你看，有个家长就直接抛出他的小孩的这个血铅浓度是379，对，379的话，约莫是标准的值的3倍，而且接近职业接触值的极限400。你说，你看哦，年龄才5岁哦，对，来，我们看到这个。然后呢，你这个检测值379，对，正常参考值在这个地方，对，你比成人也还高了。对你正常要在100以下，结果没想到你看居然是379。那我们看刚才这个小孩子是528，这到底是怎么样啊？那你知道你就说除了这个小孩子这样，没有
他说幼儿园也中招，幼儿园老师也中招。那2名老师来说话，有一个是395，那另外一个是这个500左右。这个天水市的公安马上就说啊，这是幼儿园弄的，所以他马上就这个逮捕了这个幼儿园的园长这个李慧芳等等人呢。然后他说为了增加收益，然后同意后厨的人员呢，这个牛某元呢，还有这个某霞，透过这个网络购物平台之后买的这个彩色颜料，然后把它装进去的时候，所以于是呢，这个前园长、投资人还有厨房8个人都被拘留代办的一个这状况。么过分，彩绘颜料加到面团里面去，对，好，做成面。对，那等下他说什么？为了要增加收益，对，那好，那很多人就说，那要增加什么收益？赵和就是这样，你看啊，如果幼儿园小孩子不想吃东西的时候，你看我把这个弄得漂漂亮亮的嘛，对不对？对，你看有这么亮的这个玉米啊，还有这么漂亮的炒青菜啊，对不对？还有那个面团里面那揉出这么漂亮的面团，小孩子的确啦，他可能看的这些比较这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可以增加他的食欲嘛。增加食欲的时候，那于是就说，就这样子加这个所谓的颜料进去。那因为颜料里面含有铅，所以才导致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好，所以你要知道网络上就开始有这样的风向。好，那我就讲，那吃的这个铅会多严重？你看，因为铅的这个精神发育毒性是不可逆的，所以也就是说呢，透过治疗，血铅浓度恢复正常，但是智商能难以恢复到原有的水准。不是，也就是说搞错啊！刚刚这5岁女童已经比参考值多5倍，然后你跟我讲说她没有办法，她的智商难以恢复到原有的水准，因为它会对我们的脑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就讲，小孩子都在发育之中，我们很难预估说他未来会怎么样。那这个结果已经不可逆啦，所以我就讲，这个大家一定炸锅嘛。好，那炸锅了之后，就没想到为什么呢？他们现在为什么原本他们也是认为说可能是幼儿园有问题啊？可赵尔现在慢慢发现到说，好像问题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因为第一个时间大家不是都去检查吗？有一个猫腻是什么？他就说，你看有一个这个爸爸就说，你看，天水那边给我的数字是19.4啊，在100以下。就没想到他就说，当地到西安检查是352啊。等一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张太吓人了。对，天水19.44，结果你这边。352，就是超过100啊！哪有差这么多？对，这个19.44跟352，没错，也就是说在天水那边是19.4是安呐，哇，赵和林没事的啦，都待机啦。但是你减到西安去，不对啊，怎么到352？那到底我要信哪一个？好，所以这个就猫腻就出现了嘛。到底为什么在天水那边验的是这样？然后你又不让我抛网，好，那更快就来了，更快来说啊，这个天水官员就跑到西安去了。他说什么？你们呢？目前为止来说，你们这个医院不能够对检查这个要封口，你不能够对外发言啊，这是我们天水的事情，跟你们无关啊，就这样子啊，你要统一口径，然后压低数值啊。大家就很多家长都不对啊，我们你压低数值干什么？我们要的是正确的数值啊。然后他居然还没威胁他们，就说好了，如果你们的小孩子要留在西安治疗的话，请你自己负担费用。那如果你想要免费治疗的话，要返回到我们天水指定的医疗机构。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你这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好，那你看，这是7月5号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没到7月9号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回去嘛，那有一些受害家属又说什么？甘肃政府又派第2次的人又到西安医院去威胁受灾害的家属，闭嘴！这样你不准讲，你也不准发。对，所以你看，这很奇怪哦。你看天水的人来到这个西安，说你们不能够这个数字要压低，然后一切这个不能够说话。然后如果你们要在这边医疗，你们自己在这边医疗自己付钱。那如果你要回到天水的话，可以免费。那第1次通牒，然后结果没想到有人不回去，他又来第2次，所以这就大家觉得很奇怪，你到底这个幼儿园是有多大的本领，能够让大家这个样子，还是这后面有什么样的猫腻，大家完全无法想象。好，那我就跟他讲，现在我们在跟大家爬树进去。第一个，大家就说，你看官方在3天之内，以前在办很多案子的时候，你看3天之内马上就抓了8名的这个幼儿园，但是没有公布，因为你说是颜料，但颜料的网购记录、使用剂量这些都没有。另外有一个母亲说，她女儿已经从这个幼稚园毕业1年哦，目前在就读小学1年级。好，所以他就去检查嘛。检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这个西安的这个检查显示我小孩子的血铅超过80毫微克。然后女儿来说，同年毕业的有人升到100毫微克。不是，这个不是说当下是这一群幼儿园的学生，因为他加入这个粉末，所以才铅中毒吗？就你毕业1年，对，你也铅中毒。我来讲，小孩子来说，应该大部分在20毫微克。如果真的都没事的话，大概是20啦哈。就没想，居然80，毕业1年80。然后呢，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同年毕业还有人100，所以就是说，经过1年之后，他可能这个数值慢慢的排出来之后开始往下降哈。这是说，所以
不是，如果你要说是最近的事情，那为什么1年前的小孩也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表示不是这些人做的嘛，要不然就是说你幼稚园已经做这件事做很久了嘛，这只有2个推论嘛。好，再来。他说刚入园的也没多久就中标啊。他说刚入园是轮换制的，3色红枣发糕，还有玉米卷肠这些东西最多出现1、2次，孩子不可能天天吃。案子就说，我看我们就留下一些所谓样本来说就说我们有留下什么3色红枣发糕，然后晚餐留的这个玉米卷的这个肠包。好，另外他说2个这个铅含量是1052，还有1340。也就是说非常非常高，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不是1000吗？100是标准吗？它居然是标准值的10倍啊！那大家想说，那标准的10倍，这个有点，那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报告就说，你看抓到了，就是你们幼稚园搞的鬼啊，没有错啊！你看这个含量怎么那么高呢？那一定是你们，你看含留这个所谓3色红枣发糕，还有这个都扣留下来，就是这样子啊。可是赵你知道吗？有人就开始爬出一个更让人家觉得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好，那什么？他就说，1000克的这个颜料的这个铅含量是90毫克，对，然后送检的2个发糕含量分别是1000多，还有你要做出1000毫克的发糕来说，他说什么呢？1斤面粉大概要用几十斤的颜料，也就是说你一面粉1比10，他说看怎么不可能嘛？你要拿几十斤的颜料才会能够验出这些东西，1比10，就是说你要高成本，面粉是1，然后颜料是10，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没有啊。它是的确是有面粉，但是它倒的颜料没有那么多啊，所以我就跟你说，大家都觉得炸锅，人家就说什么啊，这就好像这个常威啊，就是我们要说9品芝麻官里面，你说这个糖水跟一砒霜这样勾下去，对，你觉得这能吃？你觉得能吃那个画面？对啊，一模一样，对，一模一样啊，我就想1公斤的面粉，10公斤的颜料，你能够做出东西来吃吗？你根本就是颜料来吃颜料，所以大家说不可能啊，所以我就说，大家看到这个扣留的东西之后，开始觉得这个事情开始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是要把发糕整个都丢到颜料里面才会这样没错，就开始慢慢反转嘛哈。反转的过程里面，因为有人就说这是颜料公司，那人家就去查这个颜料公司是谁，然后这颜料公司马上就出来，它是大兴颜料。他说没有，他马上就说，你看我们所有的颜料都经过第三方的检验啊，然后这个耐光性这些都说它符合 ROHS 就是关于重金属相关规范。他说没有，我们都可以规范。然后说本公司基于一个产品特性还有行业规定，与这个天水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仅做澄清说明。所以不是我没有给哦，颜料都不是。好，那颜料都不是，所以你知道啊，那到底是谁？好，那于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对比的时候是1比10，这种对比实在很夸张的这个状况之下，另外一件事就出来了，人家就说好，因为现在都赖给这些所谓的厨房人员嘛，厨房人员他们自己去买嘛，对，在这个园长跟这个投资人的同意之下，他们去干这件事嘛，好，那干这件事之后，你知道有一个很奇怪是说什么？因为他用这个所谓的染色的这个颜料，那照理说为什么要加染色颜料？便宜呀，便宜对，你会觉得便宜。我要赚钱，你刚不是说我是要赚钱吗？对，好，那结果你知道很奇怪是这样。他说，食用色素的价格普遍还低于有色的这个染料。食用色素食用级来说的话，批发价是100克15块，然后染色颜料来说的话是100克30块。那好，你说我们幼儿园是为了要增加收益了，结果没想到我居然我不用食用的色素，我用了更贵的颜料，那不是很不合理吗？哪里合理呀？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有点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大家不知道该怎么一回事。好，那于是还说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你看。官方真的态度很奇怪。你看甘肃省的这个教育厅，他发什么？照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 po 什么？哎，我们要为这些小孩子祈福啊，这样，就没有他就 po 什么？加萨的孩子生命因为药物短缺悄悄流逝，然后加萨3岁小孩脑内留下弹片。是你们的不是加萨，你们的这个甘肃这个地方，天水这个地方。有200多个学童都是中毒，对，你还跟我加萨？对，就有人就说，你看大家都是甘肃同胞，中加萨儿子比起天水更需要你的关注。你看他用这样文章，大家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应该是甘肃这件事情更重要？哎，官方态度怎么是这个样子？好，那我就跟大家讲，现在他们就说没有真凶在这个地方，真凶可能就是在你看这个幼儿园在这边，对。它的10分钟左右有这个白银有色金属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天水这个地方的这个分站。好，那我就讲，因为它这是整个就是它的河流上下游是这样，这边是上游，这边是下游，所以水往这边流。好，那于是就有人就说，你看了，假设他们一直长期在排放铅的这个有毒的物质出来之后，
然后长期污染这个幼稚园的时候，正好如果这件事被踢爆的时候，这个天水的整个官员全部都会被要领导班子要下台，这一定要拆掉了吧？对这你是污染呢。是，那如果但是你包庇他们了，那怎么办？要么就是你们官商勾结嘛。那好，那于是这样，那可能整个都要下台。那如果是这个幼稚园的这个园长干的事呢，那就只有他们有事嘛。所以就有人为什么就是说，那这样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天水的这个官方要去西安说嘘不能够讲，然后他们要做这么多动作，所以才说这整件事情来说的话，目前为止来说，大家全中国网络全部炸锅了，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彩虹颜料到底是来自何方。不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查了一大圈之后，会认为说就是这个白银有色金属？我发现它真的是要前科累累耶！一搜之后，原来它2005年就已经被大家发现一件事情，它根本在白天把这些废的熔渣、废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渣料直接往外面倒，而且20年前早就有人因为这样铅中毒过了。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2005年，它是直接这样倒的，跟个喷泉一样，它根本没有在管什么东西，真的，这2005年倾泻而下的。是2005年就是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白银集团白天就给你倾倒了，好不好？熔渣那时候这个集团还不是很多人知道，所以有的人就跟他说你到底在喷什么啊？所以就把他这个影片拍下来，完全没有任何人来干扰。你看这个画面真的很惊人你不知道你有在拍电影没有？当时他们是就如此赤裸裸光明正大的去倾倒这些矿渣熔炉的废渣，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可怕。那2006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大家想说会不会这一次所爆发这件事情真的又是再次悲剧重演？好，那到底这家公司来头是怎么样一回事？这家公司成立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5年计划当中156重点建设的一个项目，号称共和国有色金属工业长子它是工业的长子，是可以说是工业的第一颗种子就是说要把这个整个中国朝着现代化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基石那当时呢，那时候其实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在幼儿园1.7公里所在之处你知道吗？它是从头到尾，从当时成立开始就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的一个重点栽培跟重视。1996年邓小平亲自去视察的这个白银公司。1992年，包括江泽民总书记还有这个总理朱镕基都也亲访了白银公司，而且有这么多人都有过来看过他。你看你在这个画面这也难怪他是长子。是，这是他还特别提字什么2次创业。大展宏图还有36年的由故地白银一爆出青天这都是新天，这都是他们当时留下的一个墨宝。那目前为止呢，这一个董事长是谁？是叫做王溥公的甘肃省第14届人大代表，他还是人大全国的人大代表所以代表什么意思？甘肃省一来坏啦。他都听我的啦，我就地头蛇，我就关起门来当山大王，我就这样子倾倒废土，我就是这样弄这些矿渣熔炉的，怎么了吗？所以现在没人敢查妙的来了。现在竟然有个自媒体叫耿直的智慧树，对，里面就提到什么？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很可以相信的人，他跟我说，事实上整件事情事实上连天水的他们原本做的卫生系统所做出来的报告也是有问题的，都是那一个幼儿园的人去客串故意乱讲，然后告诉家长错误的，告可怜，你就觉得真的匪夷所思。他就说这个呢，其实呢，这个是由幼儿园假冒是天水有关工作人员去报告这个数字，但事实上没有问题。然后他又来讲，他讲什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就是后来这一个工作人员，也就是天水的工作人员给看报告的时候，好像有点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因为那个人都是 gay 啦，那个人像 gay， 那个人是谁假的？就是幼儿园假。这个说是自媒体对不对？他现在被炒出什么？他是环球时报的，对，官媒的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以官方假装是自媒体那以假乱真的方式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从头到尾还是要把这一个白银有色可能是所谓整起事件的污染源头这件事情抹去哦，好像没有这个状况一样。哎呀，这个从头到尾，我跟你讲，赵和，这真的是历史再度重演了20年前哦，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就发生过一次。你知道那一次是怎么样吗？他们就是一个村庄，那个村庄一开始有53个孩童啊进行相关的检测，对，检测出来之后发现，哎呦，怎么每一个人全部都超标？超标之后就吓到了，后来地方政府人就跳出来说，哦，没有，我跟你讲，可能那个检测仪器有被污染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由我们相关的天水市疾病管理中心再处做检测，结果这个第二次这个天水市做的检测出来就说没问题，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是 pass， 只有一个人有问题。天哪，又变成又没有问题了，你知道吗？你觉得怎么可能又变成只有一个人超标，其他49名都没有问题？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到了第3次去哪里？又是西安市。第3次他们的那个相关人自己到了西安市，211人做相关检查，211人全部都有超标。对，你看是不是？第一次有问题，这非常夸张。他说200余人，共有211人铅含量严重超标，68个人还是铅中毒。对，所以就代表着你看哦，3次里面第1次跟第3次都有问题，只有第2次没问题。第2次没问题是因为在天水市预防中心所做的，所以是官方做的嘛。那你问你明明有问题，你为什么官方要说没问题？因为有可能所谓的源头就是官方啊，这就是目前为止全部在洗地，也就是现在为什么中国人全部睁大眼睛看，绝对要把这个源头找出来，不可历史再重演。玉凤，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这个白银有色公司现在为什么在风头上？你可以看到，刚刚它后面是有人照，它后面是什么？它可以画罪给当哎，为什么它完全不会怕？它完全说都是厨师的错，都幼儿园错，因为它真的，它不仅赚很多，赚很多一件事情是什么？现在这个健康也损失很多。好，现在来讲的话，白银有色为什么这么的有能力？为什么有办法去带风向，甚至呢把东西丢给被害人？其实我们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白银有色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第一个它可以一条龙来做成有色金属的贸易的公司。一条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要去开采一个矿产，不是大陆常讲一句吗？我家有钱，你要怎么讲？我家有矿。所以呢，他们是真的有矿的。所以他们有矿的情况之下的话，他可以进去开采。开采完之后呢，他们可以做出冶炼，而且呢，白银有色还有子公司，甚至呢，它可以在香港挂牌，做什么？做金融贸易。你知道吗？他们来说的话，铜金属在过去来讲，到2024年底的话，它处理的铜多少钱？21.44万吨，哇！铅金属157.02万吨，新金属是603万吨，然后呢，它能够赚到大钱的。你看哦，这是他们2024年的话，一个扣除的非净利润是2.5亿元。你先不要看2.5亿元的一个绝对数值大小，你看同比增长，比上一期增长是42.75%，什么意思？现在大陆来说的话，很多的企业倒了倒，不是都很惨吗？都很惨，而且它竟然可以在这种逆势情况之下，同比增长还可以多了42.75%。对，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其实，在中央角度来讲，它是超级重要的。可是呢，它过去也是劣迹斑斑啦。你可以过去看了一下哦。这一次除了铅中毒事件以外的话，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且呢，可以说是恐怕是更严重。我们先来看这个照片，2021年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说奇怪，我们的河流怎么变成了粉红河流？你看哦，这种血红色，你觉得可不可怕？它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吧？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铊。因为他们要冶炼他们的一个金属，那你在冶炼过程当中的话，你必须要去洗涤，所以呢，其中有铊。那有铊的话，你必须要经过层层的一个沉淀，然后呢，把这个铊给处理掉。没有，他们做的是什么？直接倒的。他们就是排放，他完全不会怕说有些人可能要在那边洗衣服，有些人在那边喝个水，什么要灌溉。都变成这种颜色，你知道吗？下游有数百万人的饮水安全都出现问题，所以呢，一查，哇，又是跟你的公司有关系。然后呢，母公司就是你。重点来了，2019年的时候呢，竟然有2氧化硫泄漏，2氧化硫泄漏 ，SO2
吐，你知道吗？你做了这么多铜。跟你的铅，跟你的锌，你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你必然 SO2，你必然二氧化硫一定会产生。对，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事情。就像你在家里煮饭的时候呢，一定会有烟雾。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它竟然有一天二氧化硫的风闸它就跳机了。那跳机了，他们继续弄哦，结果。这些二氧化硫没有办法被抽走嘛？那你想想看，你产生二氧化硫会消失吗？不会，旁边就是很多的小学跟中学，大家一起闻。人体当你的二氧化硫风机啊，所以呢，每个小朋友都是头晕呕吐，然后呢送医，都马上跑到医院去。而且你看到这画面哦，这人也太多了吧？对，大家是集体的送医。所以这件事情严不严重？这件事情也很严重。那个时候呢，其实中央是下令要整顿，所以呢要停场1年。但是呢，网络上面很多消息根本就是虚应故事，根本也没有停产。所以你想想看，2019年、2021年都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其实过去它周遭有这个状况是甘肃很多的小朋友的报告，包括2007年的报告、2010年的报告、2020年的报告，你知道吗？那些小朋友他们的一个铅的一个水平。都是高于非工业区的儿童。玉凤，所以你看到哦，这个2010年报告，来，我们看到这个，我吓死了。它是这个高轻度、中度、重度，有没有？高铅的有5人，轻度14人，中度中毒7人，重度4人。这数字也太惊人了吧！而且最可怕的，你要看它的一个绝对数值，比如说铅里面的平均，你应该是81而已哦，你超过81，超过70，这些东西来讲，这数据都是非常的离谱，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数值。每一个数值其实都是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些有办法去处理它吗？都没有办法。你甘肃，你还是要发你还是要发财，你就是拿人民、拿这些小朋友的一些健康拿去交换。廷伟，现在已经被指责成这样子了，而且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他，他要不要做？他继续做啊，因为不做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什么？现在打这个中美贸易战。光是稀土这一战，再糟的环境污染，再糟糕的这个环境，我照样弄下去啊！对，这个新闻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其实，在中国来讲的话，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所谓的稀土矿业的相关的工厂，还有这些提炼的冶炼厂，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哦，以前习近平就自己讲过了，这些是污染，这是高污染的一个事业。而中国它是用什么？用人命跟环境去换取来的这个所谓的稀土上面的资源。人命跟环境。对，所以你知道，其实中国有一阵子都开始在考虑这些事情，要把这些东西是搬到非洲去，或是搬到印度去，或是搬到哪些国家去。中国自己说要好山好水，他们要青山绿水，这是习近平讲的话哦。所以他们这些问题来讲的话，其实长期以来就是非常严重。他们知道都破坏环境，那所以各位知道。当中国用了稀土作为所谓的战略筹码，然后去跟美国叫价，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啊，或者是跟日本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用稀土作为一个工具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哦，在中国内部来讲，大家都在流眼泪，大家都在流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一次来讲的话，绝对都是地下水受到污染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工厂离那个什么幼儿园这太近了。非常近，这一家白银有色哦，它不仅是甘肃的国营事业哦，不好意思哦，它中间的过程当中又有中国中信集团哦，又进驻就是投资在这一家公司当中，所以它绝对有不可倒的压力，你知道吗？那所以比起所谓的200多名的这个小朋友的人命来讲的话，到底是国家战略比较重要，商业利益比较重要，还是这200多人的人权跟环境比较重要？国家重要，当然国家重要嘛。习近平就说国家重要，对嘛？14亿人口当中，这200多人算什么？所以其实哦，很多西方媒体哦，趁着这个机会来讲的话，都开始顺势在打中国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是不顾及到人权的问题，顾及到所谓的环境权的问题？今天来讲，同时间哦 ，BBC 你知道是属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哦，还有《纽约时报》都在批评这件事情，也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稀土呢。长期以来就是环境污染跟民众的健康受到损害。他今天这个标题，《纽约时报》直接讲哦，中国稀土开采的沉重代价叫做环境污染，还有民众健康受损。对，你知道他们够直白了。他们其实有在做田野调查，到内蒙古、到甘肃、到辽宁、到很多一些地方去做调查。你试想看看，它里面有提到一点哦，内蒙古那些草原受到一些所谓的重金属污染的时候呢，你让那些羊或者是那些所谓的牧牛的那些去吃那些东西，然后转成奶制品吗？到时候中国的为什么之前来讲也传出很多这个奶粉中毒或等等之类的，是不是跟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件事情，
当你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你的湖泊干涸，你这本身来讲都有一些重金属倒到这个湖泊里面，它干涸之后变成粉沙，你知道吗？粉尘啊，然后随着所谓的沙尘暴啊，再弄到其他城市去，甚至到台湾来。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常常有时候你在外面如果有大陆沙尘暴过来的时候，你会呼吸困难，你会有感觉上中毒的感觉。其实都跟里面来讲，也是可能有一些带有重金属是有关系的，所以它污染不是只有中国境内的问题而已哦，它是周边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那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所以中国这个稀土的问题来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中国制造稀土，它不是稀土的重要的这个原料的来源国，你知道吗？它是加工的。对，所以加工的话，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中国就弄去做，弄做之后，这长期以来它是靠这个赚辛苦钱没有错。但是它现在政策也不改，它用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战略筹码，跟人家叫价的时候，它有没有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老百姓是不是因为受到这个原因而受害？如果中国自己要转型的话，它应该趁这个机会。既然中美贸易战打下去的话，我们现在美国企业，我知道美国企业已经跳过中国，已经开始在找来源，比如说刚果共和国、智利，还有什么墨西哥、加拿大、澳洲这些国家，为什么川普要格陵兰，都是要稀土啊？你看到乌克兰也是，俄国也是跳出来，以前没有人要做这个东西，现在中国我是劝他们了，基本上来讲应该什么，趁着机会赶快转型。你看到这个画面哦，这是 BBC 的记者哦，刚刚就你讲。他去采访这个稀土污染有多严重，结果就直接被挡在外面了。当然啦，不给拍，不给拍。当然啦，那个警察、公安绝对出面，绝对不让你外国记者来拍，因为他们这什么，这些都是算家丑了。而且这些都是算是一个破坏环境的这个议题啊，所以当你如果说这些媒体、西方媒体呈现了中国内部来讲是流血流泪，而呈现到全世界的这种所谓的稀土资源来讲的话，请问中国会不会遭受批评？一定遭受批评嘛。所以现在来讲，他们封锁新闻，其实就目前的做法。但是事实上，如果要让中国的下一代能够有智慧，能够有脑袋来看。说不定了，他们不希望下一代有脑袋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因为这样子铅中毒、智力受损，损害了还是你中国自己。宇轩，我们刚刚看到，不仅有这个外国记者揭开了这个所谓的稀土，甚至这个铅中毒的丑陋一面之外，不要忘了，我们昨天还有谈到一个人，叫红姐。红姐更是揭开了中国更丑陋的一面。现在案外案是什么？就是当初这个来都来的哥，他讲说这个用这个照片去认人之后，发现。第一个，他的国籍不太对；第二个，他的身份不太对；第三个，他完全都不对的。照现在整个中国社会都不太对，为什么？因为不只是这种铅中毒污染了身体，包括他们的心灵呢都被这个社会所荼毒，所以才会有红姐这样净化他们心灵的存在。但大家现在关注的反而是什么？一个一个的男主，他说不对啊。这些男的有些人都很帅，然后不然就是条件非常好，而且充满肌肉，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身家调查，结果没想到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查说哦这个男的看起来特别像外国人啊，就一查他说哦他自称他自己是新疆人，就被人家起底之后发现不是他是乌兹别克人，对，那这个人歌为什么说他这个歌叫来都来了呢？因为中国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比如说呢，你走到电影院啊，来都来了，去到夜市啊，来都来了，做任何事情反正就说啊，既来之则安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而且他红到怎么样？每个健身的画面。大家看，这肌肉链很大呢，还蓄胡呢，还天菜呢。我们平心而论，他真的是天菜。你看看这个肌肉，看看这个线条，背肌看看这个 muscle， 大家就觉得想不对劲啊，对不对？所以只能唯一的解释办法就是什么？来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是没办法，反正呢来都来了 ，OK？ 我们讲了，你就去 enjoy 一把。结果后来一查他的背景各位了不起了不得，他是。加拿大人在上海政商名流的最爱 ，OK？ 我们讲他假冒是加拿大人但上海政商名流最爱他，这是没问题的。爱他什么呢？他是幼稚园的老师他是上海一个最有名他是幼稚园老师，对，叫宋庆龄幼儿园。而且你不要以为是普通的幼儿园来，你看这是他的介绍 ，English teacher。他的英文名字叫 Mike，OK，very handsome。而且这个 Mike 呢 ，from Canada，还有3年以上的英语教学经验。然后说呢，他对数字我们讲的特别的在行，擅长游戏教学就是他非常会跟你互动，就搞胜上课的气氛很活泼，而且还有亲和力，而且 very patient， 对幼儿很有耐心，还会引导在环境中进行英文输出。他说我是孩子心目中的
Superman，OK？、那我心想说，你应该不只是孩子心目中的 Superman 吧？你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比如说某位姐的心中也是，你也是 Superman。但大家看到说不对啊，是吧？这下我是真的是正经八百的天才，而且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幼儿园没什么大不了。我跟你讲，这幼儿园大有来头。来，赵你看，这就是他任教的幼儿园。对，你知道这个幼儿园厉害哪里吗？第一个啊，他1938年就创办的。而且呢，你创办之后呢，一直以来都是双语教学，里面呢都非常多的贵族啊，或者是皇亲国戚啊、名人才可以去。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哦。马伊琍很有名吧，对不对？孙俪这个你一定有听过吧？对。陆毅还有谁？我们大家知名的马景涛，对。咆哮帝的小孩也在这边，王志文也在这边，甚至是谁？连姚明，中国长城也在这里，他的小孩子都在这边就读。所以搞不好都有给这个麦克教导过，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而且你知道要进去这里面有多难吗？除了你要有上海户籍之外，1个月要价人民币多少钱？3900块，大概台币15877哦，门槛就够高哦。但如果你是外籍的话呢，托婴哦要人民币13000，更贵，台币大概5万多块。但是呢，你有外国护照，因为它很多是双语学校嘛，老外会想要来这边读嘛，不行。你还要评估说，第一个，你有没有中英文的教养能力，就是这个家长的条件。再来呢，就是你家长要有特别贡献，换言之呢，你要有相关政府的证明或者认可，国家级的哦，国际级的荣誉，你才可以读这些学校。然后他的老师呢，叫做麦克，他的老师呢，叫做来都来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震撼。但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要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传奇所发生的地点，这个拍片坊，照了。现在哦，你看这屋主怎么写？他要出租出去了，怕没掉啊！亮屋出租哦，后面2个字我非常认同，有故事。有内容，原租客因个人原因退出，不是？我想说，你房东也不用讲这种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会退出嘛，因为这个水管，我不知道这水管是什么，太有名了嘛，每一个卡都有。押一付3，月租800，水电热自理。所以你看啊，大家想说哇，曾经充满这么多回忆、这么多故事的房间，而且他还说什么超便宜，保洁椅座。对，最重要，你放心，我保洁椅座。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处理掉很干净。但我真的认真建议啦，这个地方你房东哦，要是你真的有心，你就不要再出租了，对不对？既然发生这么大的社会事件，你干脆贡献国家，把这边呢打造成一个我们讲的男性的或者是 LGBTQ 的这种博物馆哦，搞不好对于你们中国未来社会的进步跟发展哦，比较有帮助。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